为何中国航母上还在采用落后的 Windows XP 系统？美军的一款秘密武器遭曝光，揭开真相，危害究竟多大？不久前，中国海军在视频平台上发布了一部关于辽宁号航母的宣传片，并首次公开了辽宁号航母内部作战指挥室的画面。然而有一幕却引起各方热议，因为画面中显示辽宁号航母上的电脑还在用着落后系统，也就是已经被淘汰的 Windows XP 系统，还不如一般的家庭电脑先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分析认为，中国航母用落后系统有2个原因。第一是稳定性好，谁也不想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遭遇系统自动更新这尴尬一幕。其次，落后系统的安全性能要更好，漏洞更少，更有利于保护其不被外界电脑病毒攻破。实际上，现代战争打的就是信息化体系，在热武器之外，针对系统网络所开发的网络攻击手段同样不可小觑。这就是现代大多数军用系统会采用老系统的原因。而如今的网络攻击手段也远超出人们的想象。3月22号，360政企安全集团首次对外界完全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 NASA 针对中国境内目标所使用的代表性网络武器量子攻击平台，并对美国量子攻击平台的技术特征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同时证明了美国的网络攻击属于无差别攻击，美国的网络攻击可以劫持全世界任意地区任意上网用户的正常网页浏览流量。听完大家有没有觉得毛骨悚然？也就是说，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任何人在网络上浏览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一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眼睛正在窥探。这难道就是美国一直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每个人的信息和网络浏览流量就像被人扒光了衣服扔在大街上一样，这比喻再形象不过。据了解，一直以来，美国国家安全局持续不断地对全球发起大规模网络行动，尤其是针对中国实施网络攻击。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国安局重点攻击目标之一。360政企安全集团表示，光是中国受害单位感染量就达到100万量级的程度。当然，不要以为这就是美国国安局的底线，美国国安局的网络攻击是无差别的，这不是专门针对中国进行的网络攻击，其针对的是全世界。根据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国安局利用量子攻击技术，针对世界各国访问脸书、推特、油管、亚马逊等美国网站的所有互联网用户发起网络攻击。像中国的 QQ、微信等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也同样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可以看到，美国国安局的监视实在是全面。社交平台上记录着人们大量的生活，网购平台上有着所有的购买记录，微信等聊天软件有所有人的社交网络。只要美国国安局想，我们所有的信息、家庭住址、亲戚朋友、工作单位、生活状况等信息，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全部获知。但这还远远不够，个人电脑的网络配置、个人所有的账号和密码、办公和私人文档、摄像头实时数据，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的一切都在美国国安局的掌握之中。在互联网时代，美军的这件秘密武器能瞬间影响几十亿人，除非躲进山里与网络隔绝。披露这次美国全球无差别网络攻击的公司是中国的360政企安全集团。在21世纪初期，中国家庭电脑开始普及的时代，在电脑系统还在 Windows XP 的时代，几乎所有中国家庭电脑上都会有这样一款软件360安全卫士。如果有人有所了解，一定会记得在2019年，瑞软集团宣布了停止对 Windows XP 系统的服务支持。但在当时的中国，有80%的电脑安装的都是 Windows XP 系统。这时候360第一时间站出来说会永久免费保护 XP 系统，而在联想到辽宁号航母上使用的 Windows XP 系统，就知道其意义不一般了。2020年，360就开始针对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攻击中国关键信息领域长达11年，接连甩出一系列实锤证据，指名道姓地戳破了美国的惊天大阴谋。对于美国的制裁，360更是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可能很多企业的梦想就是在纽约交易所上市，360也曾想过并且做到了，但那是在2016年之前。2016年，360宣布完成私有化交易，正式从美国纽约市退市，脱离美国掌控。当时的360董事长周宏伟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360回归 A 股并非出于资本层面，而是出于国家安全层面的考虑。
公司回归后的重要目标就是进一步研发投入，全面提升安全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抵御他国对中国的网络攻击。这并不是一番豪言壮志的打嘴炮，360真的做到了。在如今的互联网方面，360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强、全球一流的网络安全公司。360在政府安全防护方面做了太多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事情。我们经常说，中国需要像华为这样的纯中国控股的科技公司，但同样360也是如此。一家有用核心技术的中国网络安全科技公司已经达到了能够威胁美国的地步。美国将360与中国航空、石油单位等多个科研政府企业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次360披露的美国量子网络攻击平台，是美国国安局针对国家级互联网专门设计的一种先进的网络流量劫持攻击技术，其主要针对国家级网络通信进行中间劫持，以实施漏洞利用、通信操控、情报窃取等一系列的复杂网络攻击，并且这一量子网络攻击平台被五眼联盟国家黑客广泛利用。而这个所谓的五眼联盟，就是5个英语国家组成的情报共享联盟，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中国外交部也在2020年就对五眼联盟窃取全球信息、危害国家网络安全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20年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五眼联盟情报合作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人员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听、监听、监控，这早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根据360披露的资料显示，量子攻击系统创建于2004年，如今是美国国安局最强大的互联网攻击工具，也是其进行网络情报战最重要的能力系统之一。旗下包含多个子项目，目前360云端安全大脑已经发现其包含的9种先进网络攻击能力模块。量子攻击的完整实施共具有3个阶段，如今这3个阶段已经完全实现了工程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化。第一阶段下，量子攻击实施者会对目标单位进行网络定位，快速找出目标单位所处的网络及上网地点。第二点，开始全面监控目标单位的互联网账号等一切网络活动。第三阶段，开始实施漏洞利用攻击，向目标单位植入其专属后门程序，窃取个人所有的隐私和上网数据。整个过程都在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人工智能等智能化程序完成。大家不要认为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个人数据不重要。在如今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迅速的今天，庞大个人信息的集合就很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别的不说，就如今俄乌冲突日益升级，但中国网络上的各种言论也是频繁升级，这其中就极有可能渗透进了美国国安局黑客，通过大量的不实言论来制造舆论，发动舆论战。